中庸是我的同桌，这曾是我引以为豪的事。他是浪子回头的天才学神，也是一中的高岭之花。中庸高一入校时，是一中出了名的吊车尾、老油条。入校之后，他的成绩就像一只绩优股，稳定的持续上涨，直到坐上年级第一的宝座，就再也没下来过。2年间，他竟然都没有过一次退步，是一中老师和学子心中的神。高一的时候，中庸就是我的同桌，因为长相俊朗、痞里痞气，总能收到很多情书和巧克力。他叫我小同桌香香公主，吃不完的巧克力总是塞给我。他送我项链、口红，说我底子这么好，又是风华正茂的年纪，不好好的打扮一下可惜了。我慢慢的喜欢上他，我也一直觉得他优秀、温柔、尊重女生，是最值得我喜欢的人。所以听见他身上传来的系统声音时，我并没有多想，还以为是自己幻听了。可成绩一出来，刚好高13分的成绩让我当场呆住。中庸以为我被他的成绩震惊了，用手在我眼前挥了挥，得意地对我挑眉一笑。我厉害吧？我定了定神，平复心里的惊涛骇浪，没头苍蝇似的找话说：中庸，你成绩这么好，有什么学习秘诀吗？听了我的话，他把双手枕在脑后，狂妄道：秘诀有用的话，还要天才做什么？如果是以前，我会被他意气风发的模样惹得脸红心跳，觉得不愧是我最仰慕的人。现在却觉得有些可笑。我低下头，心乱如麻地翻着好久没仔细地看过的课本。这样啊，我都快忘了，曾几何时，我也是年级第一呢。曾经的我，也是老师嘴里的天之骄子，同学眼里的天才学神。现在的我，是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慢慢地接受那些空白的卷子和各位的分数，甚至视为理所当然的。中庸一把抽掉我手里的课本，理直气壮地给我提要求。我这次考试又破纪录了，小同桌，我们一起出去庆祝一下吧。我没说话，他声线软了些，叫上我们同学一起去那个伯爵夫人酒店吃饭吧。听说那里的酒席是省里一绝，怎么样？我抬起头看他，他用期待又笃定的眼神望着我，等我开口答应。我问谁请客，中庸笑得一脸撩拨，当然是我请客，你付账。我爸妈请朋友吃饭也是这样的，他总是这样不清不楚地暗示我们之间的关系，让我痴心妄想，甘愿沉沦。然而这次我没有如他的愿，你妈付账是因为她管着你们家的钱，她是你爸的合法妻子。我跟你又是什么关系？中庸还以为我又在找机会要名分，一脸无奈。可是我们现在最主要的任务是好好学习。我打断他，我当然知道是好好学习，所以你也别去请什么课了，好好的学你的习吧。拒绝了他，我不再说话，拿出一张卷子来做。从前我心烦意乱时就会做张卷子。我并不排斥学习，为了中庸丢开学业，也多半是他总要我从学习和他中间选一个，帮中庸织围巾和上课听讲选一个，帮中庸上分和完成作业中选一个。每次我都选了他。我听见中庸身上的系统提示音：宿主识别到贺兰香拒绝为您在5星级酒店请同学吃饭，很遗憾地通知您，您的魅力值下降15。下次考试您将退步15分。中庸慌了，他对我软磨硬泡，一直阻挠着我做题。我都和寝室的兄弟们说了，只要我这次破纪录，就请他们去伯爵夫人酒店吃饭。我的小同桌，你不去，我多没面子呀！中庸在其他老师和学生面前，总是一副可望而不可及的高冷模样，只有在我这里才会这样耍赖撒娇。对着这样的中庸，我总是止不住的心软。我也一直以为他对我是特别的，他心里有我。现在看来都是装的。为了确认他身上那个系统的作用，我装作被他说动，勉勉强强的答应。那好吧，我让我爸帮忙订个包间，今晚我们去那里吃饭。恭喜宿主让贺兰香为您在5星级酒店消费，魅力值加25。下次考试，宿主将会比上次高25分。中庸瞬间变得精神抖擞，悄悄地和我说：小同桌，晚上好好的打扮。我勾了勾嘴角，点头答应。如他所愿，晚上7点，我盛装打扮，如约地出现在华贵的酒店外。我一出现，所有人的目光就焦灼在我身上。恭喜宿主让贺兰香为您精心打扮，让众人艳羡，魅力值加10。下次考试，宿主将会比上次高35分。除了中庸同寝室的室友，还有7、8个男男女女，都是学校的熟面孔。中庸被簇拥在中心，端着架子，淡淡的一笑：你来了，同桌。他在别人面前从来都是对我这么冷淡，他的理由是不想让别人误会我们早恋，告诉老师。现在想想，其实他从来都不喜欢我，他需要我的爱慕，我的付出，为他筑高台，上神坛。他从来不是什么男神，是我的喜欢给他镀上一层金身。我带着他们去了订好的包间，在中庸身边坐下，离远了可就听不到他的心声了。一个女孩故作不解，问我怎么不跟女孩子们一起坐，要坐到男生堆里去，话里话外指责我是绿茶婊。我认出了他，实验班的罗杰给中庸送过小蛋糕，最后进了我的肚子。
几个女孩的眼神都带着若有若无的轻蔑和讽刺。我刚要说关你屁事，中庸已经开口给我解围，毕竟是我同桌，坐旁边就坐旁边吧。罗杰笑着试探中庸和我的关系，不会吧，就只是同桌吗？你可别污蔑我们纯洁的同桌关系。中庸揽住旁边室友的肩膀，和他开着我的玩笑。我跟我同桌，可是比我和周星还纯洁。此话一出，我看见好几个女生眼前一亮。罗杰小口抿着饮料，娇笑道：“舔狗，舔狗！”舔到最后一无所有，其他人配合的笑起来。中庸一脸纵容的笑骂句。我恍若未闻，让侍应生去给中庸点菜，换来众人更鄙夷的眼神。毕竟就差被指着鼻子骂舔狗了，我都一点不动气，堪称是没脸没皮。中庸边点菜边和一群男男女女长袖善舞，点个佛跳墙吧，你们女生吃这个对身体好。果炭烤乳猪我尝过，很绝，兄弟们必须尝尝。一人一只波龙，一共13只，他考虑了所有人，却提都没提过我。其他人不停地夸着学生大气，中庸脸上流露出一丝骄矜自得。今天我心情好，大家随便点。吃饭时，我花了一些心思试探，才搞清楚中庸身上那道莫名其妙的声音。他拥有一个万人迷系统，只要有学霸当他的舔狗，他就会增加魅力值，那些魅力值都会转化为他的分数。而被他吊着的学霸，一面被他吸取气运，一面被他聊得无心学习，成绩自然会一落千丈。没有人怀疑他。他长得好，学习好，在所有人眼里，有女生喜欢他是顺理成章的事。不是没有老师调查过那些退步的学霸，但都被归因成不争气的恋爱脑。例如我，所有人都知道我是中庸的舔狗，我可以去男生宿舍为他通厕所，可以为了他违背校规浓妆艳抹，可以为了买到他每天想吃的早餐自己迟到罚站。因为舔他，我也从入校时年级第一的成绩掉到现在的倒数第一。中庸总说我家里有钱有人脉，又是独生女，我成绩再好也是要嫁人的。成绩好不好对我根本无关紧要，我不一定要自己成为学霸，嫁一个天才学霸也是一样的。慢慢的，我也开始觉得成绩好没有用，一心的只想和中庸在一起。现在已经是高3的最后一个学期了，如果不是听到了系统提示音，中庸考上哪个城市的大学，我就会去哪个城市买房子，跟他一起生活。他用我的堕落成全他的飞升，这样的人心里会喜欢我吗？我想知道，如果我不再当他的舔狗，他会怎么样？饭局还没结束，我中途离开，说要去洗手间，实际上直接离开了酒店。既然决定不做舔狗，我当然也不会再当大冤种，请那些和我无关的人吃一顿价值几万的饭，那可是我1个月的零花钱。过了半小时，中庸的电话终于打过来了，一个不接就继续打，只打了10几个。我把手机丢进包里，等到晚上11点才回他。我家突然有事，我就先走了，忘了和你说。你打这么多电话，有事吗？中庸秒回了一条语音，我点开，是他气急败坏的声音。你要走就不会结了账再走吗？你知不知道我还是找他们一起凑了钱才结账的？你知不知道你让我多没面子？本来说好的我请客，我也故作惊讶地问，说好你请客，你怎么还让他们凑钱？中庸压抑着怒火，你走了，我哪里有钱结账？你不是答应我请吃饭的吗？我无辜，我只是答应帮你订包间，没答应帮你结账啊。你不会又想在同学面前装逼，又要我背地里帮你结账吧？不会吧，不会吧，这条消息没发出去，因为我被中庸拉黑了。我自嘲一笑，我以前还真瞎，到底是怎么会觉得他优秀、温柔、尊重女性，还喜欢我的？为了这样的人成绩一落千丈，我自己都有点唾弃我自己。第二天课间跑操，昨晚饭局上的一群人来教室门口找我还钱，我拒绝，谁请客谁出钱，找我做什么？一群人面面相觑，罗杰尖声的质问，明明是你为了哄中庸高兴，让他在伯爵夫人请客，最后竟然直接逃单。贺兰香，请不起就不要装大方，赶紧还钱，不然我们就去告诉老师。操场响起了集合的哨声，他们堵住了教室的门，不让我出去。教室里剩下的同学听了罗杰的话，纷纷的议论我没资本还要装逼。我冷笑一声，找出和中庸的聊天记录展示给他们看。中庸成绩打破了记录，要请客吃饭，关我什么事？我只是答应帮他在伯爵夫人订个包间，什么时候说了要帮他结账？他是我什么人？我要给他花几万请客？还有，我昨晚就喝了一杯免费送的橙汁，那些饭菜我一口没动。你们找我出钱，是付不起吃饭的钱，要在校园里打劫吗？那我只能报警处理了。我做事要报警，他们立刻拦住我，你先别报警。兴许是误会，几个男生拉住罗杰，算了算了，我们找中庸去，本来就跟他没关系。罗杰不肯，怎么没关系了？他自己为了讨好中庸充大款，还要我们来付钱。我暴毙靠在教室门框上，冷笑着讥讽他，你连人话都听不懂，是怎么考到年级前20的？我喜欢中庸的时候，花点小钱让他高兴高兴是我的消遣，现在不喜欢了，他凭什么要我给他花钱？
凭你脸大，罗杰恼羞成怒，你也不看看自己什么样子，连300分都考不上，还好意思说我？我笑了，你从现在开始最好再努力一点，别到时候连我都考不过。罗杰哈哈几声，转头对身边的尖子生们说话，你们听见了吗？贺兰香说要考过我。我看他是爱而不得，被刺激的精神不正常了。巡逻的教导主任挺着啤酒肚路过教室，看见我们没去跑操，又发现聚在这里的全是各班的优秀学生，只有我一个吊车尾，理所当然的把怒气发在我的身上。贺兰香，你躲在教室搞什么？给我去操场跑20圈！教导主任年过40，嗓门还中气十足，引得许多路过的同学向我投来异样的目光。我不卑不亢地回答：“老师，是他们堵在教室门口打劫我的零花钱，不让我去跑操。”罗杰反驳：“他欠了我们的钱不肯还，我们找他还钱罢了。”其他人拦都拦不住罗杰，只好跟教导主任解释：“都是误会，我没有欠他们钱。”我不理他，跟教导主任说：“老师，报警吧，让警察来查清楚，免得罗杰老幻想我欠他钱，影响我学习。”教导主任当然不可能报警，听了我的话哼笑一声：“你的学习还用影响？”罗杰又来劲了，配合着教导主任阴阳怪气：“老师，您是不知道，他让我小心点，别被他超过了。”教导主任像听到了天大的笑话：“超过罗杰？天天就知道早恋，一门心思从来不放到学习上。你要是超过罗杰，这个教导主任你来当。”我眼睛亮了，真的吗？老师，教导主任，只要你能做到一中著名舔狗贺兰香不再舔中庸，开始好好的学习了。所有人都抱着嘲笑的态度，也没有老师指望我能提升，因为以前也不是没有这种事。当我发现中庸和其他女生有超出友谊的关系时，我就会开始学习，以此让中庸知道我吃醋了。等中庸把我哄好，我又放下学业，开始舔他。学业只是我使小性子的工具。希望我逆袭的老师和同学们也被我搞得满心失望。中庸和我冷战了1周，我都没有去跟他服软，他也憋着一口气不和我说话。周末的周考，中庸考了648分，比起上次考试退步了整整50分，从年级第1掉到年级第10，全校哗然。成绩出来，中庸被班主任、教导主任、校长找去谈了3次话，回来时整个人恹恹的，阴郁地看了我一眼。我视若无睹地整理笔记，但随后就被班主任叫出去了。办公室里，班主任、教导主任、校长一字排开，坐在桌子的一边，像在3堂会审。我和他们面对面，站得笔直，垂眼看脚尖。3人交换了几个眼神，教导主任痛心疾首道：“贺兰香，你自己不学就算了，起码别影响别人的学习。”我直视教导主任，问：“老师，您说清楚，我影响了谁？”教导主任没有正面回答，反而挑起了我的毛病：“你这个衣服改过大小吧？校服校裤改得这么贴身，像什么样子？”我看了一眼自己的校服，原本腰身还能再塞下一个人，但我嫌太松垮，在衣角处打了个结，便凸显出了身体的曲线。我沉静地反问：“校规说不能改校服，没说不能打结吧？”教导主任恼了：“穿衣服好好穿，搞得这么妖里妖气，难怪会让男同学分心。”中庸说我让他分心了，我的耐心告罄，索性挑明了说：“他整天不是在上课的时候烦我，就是打扰我写作业，我还没说他骚扰我呢。”班主任忍不住插嘴：“胡说！贺兰香，不是我话说的难听，实在是你一个女孩子，没有半点羞耻之心，整天就知道追着中庸跑。是，你是以年级第1的成绩入学的，可后来呢？不要以学习为借口，把责任推到别的同学身上。”我深吸一口气，忍住眼眶的酸涩感，平复心里委屈、羞耻的种种复杂情绪，坦然道：“以前我的确做了很多不该的事，但现在我已经意识到错误了。以后我不会再和中庸接触，我会专心的学习。”校长欲言又止的看了一眼教导主任，教导主任心领神会，对我循循善诱道：“我们也不是不让你跟中庸来往，人家都说男追女隔座山，女追男隔层纱。像你这样漂漂亮亮的小姑娘，死心塌地追了人家这么久，这个年纪的小男生哪受得了这个呀？”我越听越心凉，隐隐约约的察觉到什么，又不肯相信。老师，所以呢？你想怎么样？教导主任有些难以启齿，但还是说：“高考之后，我不管你怎么样。在高考之前，你尽量像以前一样跟中庸相处，不要影响他的学习。”你们疯了！我被这荒谬的话惊到，你们这是在怂恿我早恋！班主任黑起脸，胡说八道。校长看了班主任一眼，不赞同的哀了一声，和颜悦色的劝我：“学校当然不允许早恋，只是你跟中庸从前关系那么要好，现在高考在即，你突然跟他断绝来往，这不是始乱终弃吗？贺兰香，这段时间就先委屈委屈你，和中庸像以前一样好好的相处着，别毁了人家同学的前途，好吗？”我倔强的反问：“那我的前途呢？”校长一愣，随即温和道：“你愿意学习，当然不会有人阻止你。”我沉默不语。校长问：“怎么样？考虑好了吗？”我傲然地抬起下巴，嗤笑道：“中庸的前途关我屁事。”校长的脸色陡然难看起来。回了教室，我继续整理错题。中庸递来一支粉色的情侣笔，我不接。他对我露出个腼腆的笑：“小同桌，你最近怎么那么用功？
我看你的笔都快用完了，特地给你买了一支，如果不是意外的听到系统的声音，我说不准还会被他这副纯情男高的样子打动。我接过那支笔，摸了摸廉价的塑料外壳，目测是学校门口的小卖部买的，不会超过3块钱。我问他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中庸晃了晃手里和我一对的蓝色笔，一对的。我在纸上划拉了2下，出墨淡，不顺滑，笔壳个手，中看不中用。我把笔扔回给他，用点好的吧。中庸愣了愣，好像不认识我了似的。他预想的一定是送了我这支笔，就能让我心花怒放，再接再厉地做他的舔狗。没想到我不吃这一套了。宿主识别到贺兰香拒绝您送的情侣笔，很遗憾地通知您，您的魅力值下降时，下次考试您将退步10分。中庸抢过我正在做的卷子，急切道：“小同桌，就因为上次吃饭我说我们只是纯洁的同桌关系，你就一直生气到现在？我只是怕别人误会，告诉老师我伸手抢卷子，怒火在我的胸口翻滚叫嚣，试卷还我。”中庸举着卷子躲来躲去，和我嬉皮笑脸的闹腾。香香公主，我都不怪你上次逃单了，你也别跟我生气了。我疼得站起来，一把掀了中庸的桌子，桌面上和抽屉里的课本、小说散落一地。全班都安静了，中庸也不可置信地看着我。我怒视着他，连珠炮似的发问：“你凭什么抢我的卷子？你知不知道还有多久高考？你自己不学，还不让别人学，你安的什么心？”中庸难堪地把卷子还我，小声地说：“跟你开个玩笑，怎么还上纲上线起来了？”我讥笑：“谁愿意浪费人生跟你开这种无聊的玩笑？还有，凭你的身份，你连订都订不上伯爵夫人的包间。你邀请吃饭，求我帮你订包间，我就拜托我爸帮你订了。你倒好，怪我没帮你付那几万的饭钱，到处说我逃单。中庸，我以后跟你没有任何关系，没事别来烦我。”我收了试卷坐下来，补充一句：“有事也别烦。”班会课，班主任把我的座位换到了后门的垃圾桶旁边。不仅如此，他还在班会上说，有的同学不好好学习，满脑子想男人，等勾引到手了又抛弃人家，害得人家成绩退步。这样的垃圾就应该和垃圾为伍。班主任就差指名道姓的骂我，全班人的目光都移向我，我头也不抬，自顾自地奋笔疾书。见我没反应，班主任冷笑：“脸皮真厚，看你能装到什么时候。”某种程度上来说，我的脸皮的确很厚。当舔狗时，我不在意别人鄙夷的眼光；专心搞学习时，我也不理别人的冷嘲热讽。中午放学，罗杰从教室后门进来，看见门边的我，捂着鼻子夸张道：“天啊，好臭！这么臭，你都闻不到吗？”我头没抬，笔也没停，不耐烦地吐出一个字：“滚！”罗杰想发火，看到走过来的中庸，又换上委屈的表情：“我还不是看你是中庸的同桌，不然我才懒得管你。”中庸喊我的名字，低声下气道：“小同桌，我们和好吧，我去让老师给你换回来。”你也滚！”罗杰怒道：“中庸，这种人不识好人心，你理他干嘛？走，我陪你去食堂吃饭。”罗杰说完，我听到久违的系统通知声，识别到贺兰香拒绝您的求和，很遗憾地通知您，您的魅力值下降时，下次考试您将退步10分。恭喜宿主让罗杰邀请您一起去食堂，魅力值加5。下次考试您将退步5分。我抬头看了看罗杰，提醒道：“你确定要跟中庸一起去吃饭？你不怕耽误学习，被我超过？”罗杰翻了个白眼：“也就只有你会因为这种事耽误学习，我跟你可不一样。”我低下头，不再管罗杰，尊重祝福。等家政阿姨给我打电话，我才去校门口取了做好的饭菜去食堂吃。食堂人满为患，我到处找空位。中庸看见了，招呼我：“小同桌，这儿。”我没犹豫，走过去坐下，自顾自地吃起来。家政阿姨做的饭菜要比食堂的可口许多，色香味俱全。以前我都会分给中庸大半，导致自己吃不饱，而现在我吃得很香，完全无视了中庸和罗杰的目光。罗杰笑道：“你好心的给别人占座，结果别人就只会吃独食。中庸，以后别对这种人好了，不值得。”我挖了一大勺蟹黄，艳足的眯了眯眼，然后跟罗杰说：“食堂你家开的？我坐哪儿关你屁事？”罗杰，我只是看不惯中庸一片好心被辜负，我辜不辜负关你屁事？罗杰，一个女孩子那么粗鲁，难怪中庸看不上你。我粗不粗鲁关你屁事？罗杰摔了筷子，眼神不善地瞪着我：“你也就只能嘴上逞能了，我看你下次考试考几分？我考几分关你屁事？”月末的考试，我从1000多名进步到第200名。我爸特意的雇了一个清华、一个北大的学生给我2对1上网课，两人每天把高中知识掰碎了、嚼烂了喂给我。所幸我脑子好使，又肯努力。成绩出来后，老爸让2个老师工资翻了倍。中庸从第20名跌到第30多名，退步不多，还是因为有罗杰在，他能从罗杰身上获取魅力值，但罗杰能给中庸提供的魅力值有限，具体原因不得而知。罗杰被窃取了气运，也退步了30多名。他和中庸一起被2个班的班主任找去谈了话。罗杰不以为耻，反为自己和中庸一起被请去办公室喝茶而一脸甜蜜。我啧啧惊叹，这不得了的恋爱脑！我大致地摸清楚了中庸分数的由来。
他身上的万人迷系统会根据他的魅力值，在考试时给出对应分数的答案，而中庸只需要照抄下来。也就是说，中庸骨子里从头到尾都还是那个吊车尾学渣。公布成绩时，班主任对我的态度更差了。他骂我是班级的蛀虫，让我带着桌椅去教室外面听课。我不肯出去，他就不上课。班里同学劝他，他执拗不听，势必要从我身上找回他的面子。僵持了半节课，班长劝我，贺兰香，不然你就坐到门口去，也不影响听课。凭什么？我反唇相讥，一字一句地问班主任，你确定你不想上课？班主任对我极度厌恶，像你这种毁掉省状元的垃圾学生，能在外面听课已经是你的福气了。我点头，好，不想上课，以后就别上了。我拿着手机离开了教室。班主任露出满意的笑容，教育班里的同学不要和我一样堕落。他一堂课还没上完，教育局的人就来了学校。我等在教室门口，看着班主任突然面对这么多领导，慌了神，出了教室点头哈腰地问，各位领导，发生什么事了？领导指了指我，朱老师，你糊涂啊？你再怎么气，怎么能不让学生上课呢？班主任陪笑道，领导，是这个学生总是调皮捣蛋，不好好学，我才小惩大戒一下。我笑了一下，朱老师，你污蔑人的时候要记得一件事，教室里有监控的。有监控又怎么样？我哪句话说错了？班主任对我色厉内荏，对领导又是另一副面孔，苦笑着道，领导，这个学生在我们学校是出了名的不好管教，我也是没办法。领导咳了一声，语带暗示道，不管什么原因，你都不能不让这个学生上课。跟一个学生斗气，你何必呢？班主任更委屈了，我班里有个学生，那是妥妥的预备省状元，现在人都被他毁了，您说我能不气吗？领导叹了口气，说得更明白了，你也是老教师了，班里的学生什么背景你都不清楚，被处分也不冤枉。班主任如遭雷击，颓然地张了张口，却没说一句话。领导不再管他，慈和地对我说，小姑娘，回教室吧。原本班主任被换走，班里对我颇有怨言，但1天不到，学校就给我们换了个更年轻的班主任。他不仅教学能力优秀，还很会带动课堂的气氛，寓教于乐。上他的课，不会有人再无聊的昏昏欲睡。渐渐的，没人再关心从前那个班主任何去何从。中庸的成绩持续下降，掉到了第65名，而我和他从以前1000多名的差距，到现在超过他20名。中庸再也沉不住气，在高考前1个月的毕业典礼暨成人礼上，斥巨资给我买了一双香奈儿的高跟鞋，并当众向我表白。学校特意的在高考前1个月举办成人礼，就是让学生们在高考前最后疯快一次，再全力以赴的备战高考。很少有人会在这时候表白，毕竟万一不成功，影响了考试，就是心上人与前途皆失。中庸捧着花束和鞋盒和我深情对视，围观的高3同学沉寂太久，好不容易碰到这样的八卦，一个个吃了兴奋剂似的尖叫起哄，答应他。答应他，我打量了他一眼，似笑非笑道，你这是做什么？中庸一脸豁出去的表情，你一直是我的小同桌，是我的香香公主。从前你那么喜欢我，我却不好好珍惜，现在换我来珍惜你，追逐你，做我女朋友好吗？我不好。系统识别到贺兰香拒绝您孤注一掷的当众表白，很遗憾地通知您，您的魅力值下降30。下次考试您将持续退步30分。中庸心痛难过想死，为什么？我十分诚恳，你配不上我。中庸哽咽，小同桌，是我错了，你离开我之后，我才发现我根本接受不了现实，再也无心学习。那你可真是个废物。拒绝了中庸，我的生活没有任何变化，照常每天往死里学。高中知识已经磕完了，在复习的同时，我的2个学霸老师甚至会教我一些大学知识，我学得快乐并痛苦着。成人礼后的第1次模拟考试，我考了年级第3，罗杰第135名。从那之后，我发现我在学校里再也遇不到教导主任了。好容易看见他，他一瞅到我，马上扭头就走，像踩了风火轮似的，啤酒肚都一颠一颠的。然而比起我的进步，更为人称道的是中庸重回年级第1的宝座，并再次打破了年级里的最高纪录，考了704分。得知了我的成绩，中庸笑得轻描淡写，放话，贺兰香再努力又怎么样？只要我愿意，他永远都会被踩在脚下。我留了神注意中庸，才发现中庸同时吊着好几个女孩，那几个女孩都是年级里出了名的美女学霸。我下课的时候问了中庸几次，隐约地摸出了万人迷系统的规律。我猜测，万人迷系统获取魅力值的对象，或许是世俗中能够满足虚荣心的条件越好，能得到的魅力值就越高。只要美女学霸愿意为了中庸做些什么，中庸就立马能得到一笔不菲的魅力值，从而转换成分数。这也是为什么罗杰能提供的魅力值有限，因为中庸跟他在一起，并不能脸上有光，让人感到他魅力十足。我找人要来了那5个女生的联系方式，把她们拉了个群，起名为我和中庸的备胎们。他们的成绩或多或少的都有着退步，我火速地禁言了他们，告诉他们再和中庸牵扯不清，会退步更多。
如果从现在开始不跟中庸来往，中庸的成绩会下降，他们的成绩会上升，因为中庸的分数是偷他们的。信不信由你们。从现在开始，我会在群里实时更新中庸下次考试的分数。701分，692分，705分。我在群里恨铁不成钢的咒骂，谁恋爱脑又犯了？你不考大学了，分数一直在更新，有人退群，有人加群。680分，666分，674分，630分，650分，626分，588分。我在群里发了一串大拇指，很好姐妹们，自己的前途哪有男人重要？群里的分数最后定格在523分。在所有人的等待中，中庸这次考试的成绩果然是523分，从年级第一掉到了年级100名开外。我解除了禁言，群里一阵沉默良久，有个女孩发了句男人多的是，退了群。有人开了头，群里弹出一句又一句男人多的是，接着是退群信息。中庸的成绩从523分掉到436分，368分。口口相传下，没有女孩再搭理他。高考后，中庸来找我，撕下了温和的假面。系统的事你早就知道了，中庸恶狠狠道，何必做那么多损人不利己的事？我没了系统，你就好过了。我煞有介事点头，乐不可支道，没了系统，你能考几分？400、300，不会连200分都考不到吧？中庸气得直喘粗气，恨不得掐死我。几个女孩朝我跑过来，鄙夷地看了一眼中庸，拉着我走开。她们七嘴八舌地问我，他没把你怎么样吧？中庸怎么一副要吃人的样子？现在一看，他长得根本不帅啊！亏我以前还觉得他是我男神。女孩子们边走边吐槽，又聊起高考成绩。你们想考哪个学校啊？我想考 A 大，听说 A 大食堂是一绝。可是 B 大帅哥多呀，还是去 B 大吧。你们选学校就看这些，不看专业的吗？唉，反正选啥专业，最后都是要后悔的。分数出来后，我比估的713分还多了4分，成了全校最让人意外的省状元。领毕业证那天，新班主任脸都要笑烂了，握着我的手一个劲儿的夸，没想到啊，真没想到，白捡一个省状元，哈哈哈哈哈哈哈，哈哈哈哈哈哈！感谢朱老师，感谢教育局。电视台采访前，校长特意用珍藏的西湖龙井给我沏了壶茶，他满脸堆笑，过分亲切到令人有些不适。小贺同学呀，当初是学校有点过于激进了，但是出发点还是为了你们好嘛。没想到你自己这么争气，让学校和老师们还有我都脸上有光呢。学校特意给你准备了丰厚的奖学金，还准备给你在校园定制一条专属的光荣走廊，你排最前面。校长搓了搓手，希望你在媒体面前多说说学校对你的栽培，怎么样？我满脸乖巧的点头。当然，我会好好感谢学校的栽培。后来采访时，我特意提到学校和校长，我要感谢学校为了成绩，在高考前鼓励我早恋。我还要感谢我曾经的班主任，让我单独在教室外听课，享受走廊的一大片空间。我将目光移向面如土色的校长，露出大方得体的微笑。我能有今天，我的母校功德无量。自我那一届后，一中就彻底没落了，是重点中学的位置也被同水平的实验中学取而代之。至于中庸，根本没敢露面。听说他考了200多分，也不知道能上哪个学校。谁知道，管他呢。